家中排行真的会影响命运吗？同一个爸妈生的兄弟姊妹，小时候吃同一锅饭，住同一个屋檐下，为什么几十年后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很多人以为，哎呦，这只是每个人脾气生的不一样嘛，大错特错。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开这个真相，导致你们命运天差地别的，往往不只是脾气，而是从小时候开始，这个家就在不知不觉中替你安排好了一个位置。接下来我就把这家庭排行的因果账本一本一本翻开，看看你这一生到底背了什么因果。好，我们先翻开老大的账。老大的命就是一个字，扛，肩膀扛着重担的扛。老大在家里经常会听见一句话，就是你最大你要让，或者是你最大你不能不管啊。听多了，老大的心里就总是会觉得，我是大的，这个家出了事我就该站出来。他们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不愿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所以很多老大出社会以后，身上会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抗压能力，还会有一种很难得的全局观。但真正的问题是，责任一旦没有界限，就会慢慢变成负担，甚至变成牺牲。这一点你一定要分清楚。下面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以前看过一个女客人的八字，我们姑且叫她招娣大姐。一听这名字你们就懂了吧。那个年代生了个女儿，家里还想要儿子，就取名叫招娣。招娣大姐来找我的时候，刚过50岁，头发白了一大半，整个人干瘦干瘦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很深的疲倦，好像这些年一直没有真正替自己休息过。她就是家里典型的长女。那年招娣才16岁，国中刚毕业，考上了一所还不错的高中。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爸爸叹了口气，连看都不敢看她，只是一边扒饭一边说，招娣啊，家里实在供不起你们几个都念书了，你下面还有3个弟弟妹妹，你书念的也还好，不如你先去赚钱吧，你是大姐，帮家里分担一点。招娣当时端着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16岁啊，哪个女孩子不向往穿上漂亮的高中制服？可是她看着桌上那盘简单的青菜，再看看旁边3个懵懂的弟妹，她把眼泪忍了回去，点点头说，好，爸爸，我不读了，我去赚钱。就这一声好，她的人生从那一天开始，就先把家人的需要摆在了自己前面。第二天，招娣就进了一家成衣厂，坐在缝纫机前面开始踩踏板。你们知道以前那种成衣厂是什么环境吗？铁皮屋，夏天闷热的像个大烤箱，连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空气里全都是布料的棉絮，吸进去鼻子喉咙都不舒服。招娣每天在里面工作10几个小时，原本细皮嫩肉的一双手经常被缝纫机的针扎破，流血了就拿布条简单包一包继续工作。没过2年，16、17岁姑娘的手已经长满了厚厚的粗糙的黄茧，摸上去像沙子一样。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是她最开心的日子，她把那个装着现金的牛皮纸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恭恭敬敬地放在饭桌上。她母亲拆开纸袋，抽出里面绝大部分的钱，转身就去给大弟弟缴学费，给小弟弟买新鞋。然后母亲回过头摸摸招娣的头，随口说了一句，招娣啊，你最懂事了，你放心，以后弟弟出息了，赚大钱了，绝对不会忘记你这个大姐的恩情的。招娣听了，觉得手上的针眼好像都没那么痛了。她真心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换来全家的好日子。后来招娣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有媒人来提亲。你们以为父母会先帮她看看这个男人疼不疼她，两个人合不合适吗？可是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首先考虑的还是现实条件。对方来提亲，招娣的父母第一个谈的是聘金，我们要30万的聘金，少1分都不行。我们养这个大女儿很不容易的，下面还有弟弟要结婚买房子呢。父母在客厅里跟男方家属谈了很久，招娣躲在房间的门缝后面听着，眼泪直流。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原来父母除了考虑她的婚姻，也把整个家庭的现实压力一起放进了这场婚事里。那一刻她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自己不像只是一个等待出嫁、等待被疼爱的女儿，更像肩膀上还背着整个家的责任。
她最后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但是愿意出这笔聘金的男人。结婚以后，两个人的相处并不轻松。男方因为出了不少聘金，在家里说话比较强势，对招娣也少了一些体谅。招娣还是习惯性的把很多委屈往自己心里放，因为她觉得至少梁家的弟弟有钱买房娶媳妇了。时间一晃到了中年，当年那个被她供着念书，母亲说出息了绝对不会忘记大姐的大弟弟，因为做生意失败，在外面又欠下了不少债务，债主找上门，父母被吓得六神无主。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大家谁也不愿意先接下这个责任。最后老父亲急得中风住院了，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对招娣说，招娣啊，你大弟现在真的出大事了，你是大姐啊，你最能干了，你不能不帮忙啊，你不管谁管啊？又是这句你不管谁管，一下子勾起了招娣几十年来最熟悉的责任感。招娣最后还是没办法完全放下，瞒着丈夫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甚至还去跟朋友借钱帮弟弟处理眼前的麻烦。真正让她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是父亲住院的那段日子，连续1个月几乎都是招娣在医院里照顾。有一天凌晨3点，父亲大小便失禁，弄得满床都是，招娣一个人费尽力气把中风的父亲翻过身，换掉床单，替他擦身子。弄完之后，他走到医院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深夜的医院那种消毒水的味道特别明显，走廊的白炽灯照在地砖上，四周安静的只剩下脚步声。他一个人靠着医院的墙壁慢慢坐了下来，他把脸埋在长满老茧的手里，哭了很久。可各位，真正改变他人生的不是这一场哭，而是哭完以后他第一次没有马上站起来继续扛。他坐在那里问了自己一句，为什么这么多年每一次大家遇到问题最后都会变成我的问题？就在那个瞬间，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感恩父母是一回事，把全家人的责任全部扛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是另外一回事。他这大半辈子都习惯先为了别人活，弟弟欠债那是弟弟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为什么所有后果都要他来承担？弟妹不来照顾父亲，那也是整个家庭应该一起讨论一起分担的责任，为什么一定要由他一个人补上？第二天早上，招娣擦干眼泪，把所有弟弟妹妹全叫到了病房。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再请求，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拿出一张排班表，从今天开始一人照顾1天，大家一起分担。大弟的债我不会再继续替你出，你要想办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我是大姐，我愿意帮这个家，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弟妹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大姐这么坚定。可是很奇妙，从那一天开始，大弟真的没有再不断找他借钱，其他弟妹也开始按照排班来轮流照顾父亲。家里的天并没有因为大姐的放手而塌下来。更重要的是，招娣自己的人生也从那一天以后一点一点变了。以前发了薪水，他第一件事永远是想家里还缺什么。后来他第一次学着问自己，那我呢？我想要什么？他第一次把自己赚来的钱留下一部分给自己，不是藏起来，也不是怀着罪恶感偷偷花掉，而是堂堂正正的留给自己。他发现原来照顾自己不代表不爱家人，原来他不是只有大姐这一个身份。你看，这就是老大的宿命和解脱。老大真正要做的不是把扛的能力丢掉，恰恰相反，你的担当，你的责任感，这些都是你非常珍贵的东西。你只是要学会该扛的我扛，不该我扛的我放回去，能帮的我帮，但是不能因为我是老大我就必须替每一个人活。好，老大的账我们算清楚了，现在我们来翻开第2本账，讲讲夹在中间的孩子。我送给中间孩子一个字，叫做接，上下衔接的接。大家仔细想想，爸妈生老大那是第一次当父母，全神贯注，而老幺呢自然也容易被关注，可夹在中间的呢反而容易成为家里最安静最不显眼的那个。可是各位，你听到这里也不要觉得中间孩子只剩下一肚子委屈，恰恰是因为老大在前面承担，老幺在后面被照顾，中间孩子夹在中间，所以很早就会观察气氛，所以他们观察力特别细，同理心特别强。
他懂得站在不同人的角度想事情，也很会协调关系，缓和气氛，照顾别人感受，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人际能力。只是你过去太习惯用我能帮上什么忙来证明自己的位置。当你懂得调整以后，你的敏锐、体贴和协调力会变成你非常大的优势。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以前在南部遇到的一个客人，我们叫他嘉义的阿明。阿明就是家里的老二。阿明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国小3年级开学前，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大哥因为长个子，理所当然买了一双新球鞋。小弟在鞋店地上哭闹，也如愿拿到了新鞋。妈妈看着阿明，随口说了一句：阿明啊，你脚长得慢，哥哥那双旧的你先顶着穿，有点大就塞点报纸。阿明看了看那双旧鞋，乖乖的点头说好。那年夏天碰上台湾典型的午后雷阵雨，阿明穿着那一双哥哥穿剩的旧鞋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双鞋的鞋底早就磨薄了，甚至有些脱胶，也就是大家以前常说的开口笑。雨水一路灌进去，阿明的袜子全湿了，脚底冰凉，走起路来鞋子里全是吧唧吧唧的水声。等他推开家门，家里正忙成一团，大哥的新鞋沾到了一点泥巴，正在发脾气。妈妈赶紧拿抹布帮大哥仔细地擦着鞋面。小弟刚才淋了点雨，打了个喷嚏，妈妈又急着去厨房熬姜汤。阿明站在玄关，看着忙乱的妈妈，他什么也没说，默默脱下那双能挤出泥水的旧鞋，把它塞进鞋柜最不起眼的角落，然后光着脚安静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从头到尾没有人发现他全身湿透，也没有人来得及问他冷不冷。第二天早上为了去上学，阿明再次把脚塞进那双还没干透、冰凉湿冷的旧鞋里。那天阿明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孩子太乖、太安静，有时候并不代表他没有需要，只是他的需要比较容易被忽略。各位，中间孩子最容易藏在心里的感受就在这里，他们不一定觉得家人对自己不好，而是有一天会悄悄产生一个疑问，原来这个家里就算我不说话，好像也照样会运转。可是既然容易被忽略，为什么这群孩子最后命理上批出来的字却是一个接字呢？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为了让自己被看见，往往发展出了一条特别的心理轨迹。阿明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这么安静下去，直到有一次爸爸跟大哥爆发口角，大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肯吃饭，妈妈束手无策，偷偷拉着阿明说，阿明，你哥哥平时比较听你的，你去帮妈妈劝劝他。阿明走过去，隔着门讲了几句软话，没多久大哥真的开门出来吃饭了。那天妈妈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着他，拍拍他的肩膀说，还是我们阿明最乖最懂事，帮了妈妈大忙。各位，这句话对阿明来说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他终于被看见了。从那一刻起，这个平时比较少被关注的孩子慢慢在心里刻下了一个生存法则。原来我学会解决家里的问题，大家就会想到我。原来我能让别人舒服一点，我就会被需要。老大是因为被父母要求承担，所以开始扛。而中间的孩子是因为不想再被忽略，所以主动去接。阿明长大以后，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行，结了婚，生了小孩。他脾气极好，是镇上出了名的老好人。可是他也慢慢成了这个家里永远的传声筒、灭火器。大家有什么烦心事都会先来找他。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兄弟各自成家，全家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妈妈跟大哥吵架，不直接打给大哥，而是打给阿明，你去劝劝你哥。大哥对爸爸有怨言，也找阿明，你帮我跟爸讲一下。就连小弟想换工作怕被骂，也跑来找他，二哥，你觉得我要怎么跟爸妈开口比较好？连过年吃团圆饭谁坐哪里，谁过年不回来，谁跟谁在冷战，全部都要阿明去居中协调，去瞧。慢慢的，每一个人遇到情绪过不去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先找阿明倾诉。大家都在跟阿明讲话，可是却很少有人停下来认真问过一句，阿明，那你自己呢？你最近过得好不好？他这一辈子都在问别人，你还好吗？可是很少有人认真问过他，阿明，你最近累不累？
阿明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父母过世那年。父母走后，在嘉义乡下留下一栋老透天厝。为了分配遗产，大哥和小弟意见越来越大，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直接找对方沟通，而是把所有话都传到阿明这里。大哥打电话来说，阿明，你去跟小弟讲这件事我不同意。小弟传讯息说，二哥，你去跟大哥说，如果这样分我也不会接受。那半个月，阿明的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每一通电话都是同一个问题。直到有一天晚上，阿明一个人坐在那栋空荡荡的老屋里，电话又响了，手机荧幕上闪烁着大哥的名字。阿明看着那个不断亮起的手机，突然觉得很感慨。这几十年来，他一直都在做一座桥。他为了换取那一点点被需要的存在感，把自己很多的情绪空间都让了出去。可是到最后，他忽然发现，两个成年人连一句应该亲口对彼此说的话，还是习惯让他来代劳。阿明深吸了一口气，他接起电话，电话那头大哥还在不停抱怨。阿明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平静的语气说，大哥，你要谈那块地，你直接打给小弟去谈，这是你们两人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阿明不再替你们传话，你们要谈，要协调，甚至真的要走法律程序，都由你们自己去处理，不要再经过我了。说完，他挂断电话，把手机调成静音。那一晚，阿明第一次没有再接任何人的电话。奇怪的是，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很内疚，可是并没有，他反而感觉压在胸口几十年的那块石头慢慢松开了。他在客厅里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而真正让阿明觉得意外的是，当他不再替大家传话以后，世界并没有乱掉。大哥一开始很生气，小弟也觉得二哥怎么突然不管事了。可是过了一阵子，两个人发现阿明真的不传了，只能自己拿起电话，该吵的吵，该谈的谈，该面对的最后还是得面对。而阿明呢，他突然多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时间。以前晚上吃饭吃到一半，电话一响，他就跑到阳台讲半个小时。后来他开始把手机调静音，好好坐在饭桌前吃饭。他太太有一天笑着对他说，你最近终于像是回到我们家了。这句话让阿明愣了很久，他才发现过去几十年他忙着维护大家庭里面每一个人的关系，却差一点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真正需要他陪伴的小家庭。后来他开始陪太太去市场，周末带孩子出去走走，一家人坐下来吃饭，他终于不用一直盯着手机。而更奇妙的是，少了那些不断替别人协调的时间以后，他反而更有精神经营自己的五金行。以前他的观察力、协调力全部拿去解决家里的纷争，现在他把这份能力放在生意上。哪个客人讲话比较急，他懂得怎么安抚；哪个员工和同事有摩擦，他能够听懂双方真正想说什么。过去让他疲惫的接，当他有了界限以后，反而变成了他的本事。各位，这就是中间孩子真正的转育，不是从此不理家人，而是不再用自己的委屈维持所有人的和平。只有当每个人开始自己说话、自己沟通、自己承担情绪，这个家才有机会找到真正的平衡。老二的接我们看懂了，接下来我们来翻开这第3本账。这本账属于家里的老幺。各位以为家里最小的那个只要不惹事，就真的能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吗？在我看来，如果你是家里最受宠的那个，你这一生真正要修的功课绝对不是讨，而是受这个字。接受的受，承受的受。为什么？因为很多老幺身上带着2个让人非常心疼的记号。第一个记号，没办法自己做决定，家里要买什么电器，问哥哥；工作上遇到麻烦，问姐姐。他们不是没有人疼，恰恰相反，是因为身边总有人强行或者主动替他们决定。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在重大事情上反而很少真正拥有自己的决定权。第二个记号，关键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老幺从小是跟在哥哥姐姐屁股后面长大的，哥哥能轻易修好坏掉的脚踏车，姐姐能把家里的账本算得清清楚楚。老幺呢，他只要一碰工具，大人就会说，哎呀，你弄不好了，放着让你哥来。这种保护其实是一种剥夺，他在老幺的潜意识里种下了一个暗示，让他们从心底觉得自己是最弱的、最没用的。如果是家里受宠的老幺，
很多时候前半生被保护的越多，后半生一旦保护伞突然撤掉，需要补上的成长功课也就越多。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以前在宜兰看风水时遇到的一户人家，我们叫这个老幺阿健。阿健家里是开小型机械加工厂的，他上面有个大他8岁的哥哥，精明能干，像头铁牛一样，早早就把厂子撑了起来。阿健15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长辈，长辈拉过哥哥的手一看，说：哎呀，指关节粗大，事业线又深又长，这是天生操劳做大事业的命啊。接着长辈又拉过阿健的手，摸了摸，笑着说：阿健这双手好啊，手指平滑，连个茧都没有，掌纹也浅，这是天生的好命手，一辈子不用吃苦，天塌下来有哥哥顶着。长辈的一句玩笑话成了阿健一生的心理暗示。阿健长大了，30好几的人结了婚，依然在哥哥的厂子里做个打杂的边缘人，送货，跑跑腿，厂房的机器坏了，阿健看都不看，扯着嗓子就喊：哥，机器卡住了。客户打电话来催货发脾气，阿健马上把话筒捂住：哥，林老板生气了，你快来接。阿健觉得自己真的就像长辈说的那样，没那个操劳的命，干脆就躲在哥哥的树荫底下，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软弱好人。可是生活给的成长功课往往是猝不及防的。阿健35岁那年，一直像铁牛一样的哥哥，因为常年熬夜赶工应酬，突发心肌梗塞，直接进了加护病房，插上了呼吸管。那半个月，整个家，整个厂子天崩地裂。月底到了，几十个工人在厂房门口等着发薪水，电话一直响，上游的供应商催账，下游的客户催货，所有的眼睛，平时看惯了哥哥的眼睛，现在全死死地盯在平时最没主意的阿健身上。阿健慌了，他彻底慌了，他习惯性地转过头去，想要喊一声哥，可是身后空空荡荡，再也没有那个宽厚的肩膀了。那天深夜，工人都下班了，阿健一个人坐在哥哥的厂长办公室里，桌上堆满了看不懂的账单和催款单。他看着自己那双平滑没有后茧的手，突然不可抑制的浑身发抖，嚎啕大哭。他哭了很久，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这35年的所谓好命，他这35年不用动脑子，不用吃苦的安逸，根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他哥哥用健康用命一分一毫替他扛下来的。他的软弱是因为有人替他坚强，他的无能是因为有人替他能干。现在替他拿行李的人倒下了，轮到他自己背起这千斤重担了。第二天早上，阿健洗了把脸，走出办公室，他这个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老幺，拿着账本一家一家去拜访供应商，低头弯腰的求人家宽限几天。他脱下干净的外套，套上工作服，站在机台旁边，跟着老师傅从头学怎么看机器。客户骂他不懂行，他红着脸陪笑，晚上买2瓶酒去人家门口死等。刚开始他搞砸了很多事，赔了不少钱，但他没有退，因为他知道他一退，他哥哥的心血就全没了。1年后，哥哥的身体慢慢恢复，坐着轮椅回到工厂。哥哥惊讶地发现厂子没倒，而且运转得井井有条。哥哥拉过阿健的手，各位，仅仅1年啊，阿健那双曾经平滑好命的手已经长满了粗糙的老茧，手指上全是洗不掉的机油印子。阿健看着哥哥，笑着说了一句：哥，以前你护着我，以后换我来护着你跟这个家。各位朋友，阿健的故事听懂了吗？老幺这一生的功课就在这个受制上。小时候你受尽了家人的恩泽与保护，长大了你就要有骨气去承受起家族的重任。你不是没能力，只是过去一直有人替你承担，所以很多能力你还没有真正逼自己练出来。真正的解脱不是一辈子躲在哥哥姐姐的背后当个透明人，而是有一天你敢站出来，看着那些曾经保护过你的人的背影，在心里说一句：谢谢你们替我挡了这么久的雨，从今天开始这把伞我来撑。这才是老幺真正的归位，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各位朋友，前面3本账讲的都是多子女家庭的拉扯，现在我们要来翻开这第4本账了。这本账很特别，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也是越来越普遍的一本账。
这本账属于谁？属于家里的独生子女。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多子女家庭里受过委屈的人，常常会很羡慕独生子女。他们说，哎呀，独生子女命最好了，从小不用跟别人抢玩具，不用穿旧衣服，长大以后父母的房子财产全都是他一个人独得。但是各位，风水上有一句话叫做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所有的东西集中到了极点，它就变成了一种煞气。我送给独生子女的命理批字就是一个独字，不仅是独得家产的独，更是孤独的独，孤立无援的独。小时候家里的资源有多集中，父母老了以后，你的责任就有多集中。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发生在我们台北的一个叫雅文的女客人身上。雅文小时候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过生日的时候，大蛋糕切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6个大人的眼睛全盯着她一个人笑。过年的红包所有的亲戚都塞给她，那时候表哥表姐都羡慕她，说雅文命真好。雅文自己也觉得有父母100%的爱真幸福。可是时间是会走，人是会老的各位，转眼间雅文40岁了，自己也结了婚，生了小孩，还在公司当个小主管。就在那个时候，生活最大的考验来了。他父亲开始出现失智症的前兆，而他母亲因为跌倒被送进了医院，要紧急开刀。那天下午，雅文正在公司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他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你是林妈妈的家属吗？你妈妈现在要动手术，麻烦你半小时内赶到医院。你能想象那种把你一个人撕成2半的撕裂感吗？雅文在计程车上急得浑身发抖，眼泪一直掉。到了医院，最残酷的考验才刚开始。母亲的手术有风险，医生把手术同意书递到雅文面前，把可能出现的风险一项一项说明，然后问她，林小姐，这个决定很重要，你要不要先跟其他家人商量一下？雅文拿着笔，眼泪滴在同意书上，他安静了3秒钟，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医生，没有别人了，就我一个，我签。各位，这才是独生子女真正害怕的，不只是累，而是面对父母重大医疗决定的时候，身边连一个可以一起商量一起承担的人都没有。有兄弟姊妹的人，父母生病面临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开个家庭会议，至少有一群人可以共同分担那个压力。可是独生子女没有，你按下去的每一个手印，你说出的每一句决定，无论结果好坏，这辈子那个沉重的枷锁，你都只能自己一个人背。后来雅文来找我，整个人瘦脱了相，我看着他的八字，心里非常不忍。各位，我今天对着所有生了独生子女的父母说一句重话，你爱你的孩子，真的不是年轻的时候把所有的钱和资源都砸在他身上，然后跟他说以后这些都是你的。真正的爱是等你老了以后，不要把所有的不确定性和重担全部留给他一个人。独生子女最怕的不是责任重，而是所有的责任都没有预案。做父母的，趁自己意识清楚的时候，去把你们的医疗险、长照险规划好，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意愿。不要等到你躺在病房里，才让你的独生子女一个人站在冰冷的走廊上，一边哭一边独自承受那份沉重无比的抉择，把老后的尊严和安排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是父母留给独生子女最好最慈悲的风水。各位，讲完了家里亲生骨肉的4种排行，我们再来翻开这第5本账。这本账属于送养或过继的孩子。这本账很特别，它不是排行决定的位置，而是命运在你出生以后重新替你安排的一个家庭身份。这本账在我们台湾早期的社会，特别是在民国50、60年代非常多见。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养不起，或者因为算命的说这孩子跟父母相克，就会把孩子送养或者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亲戚。这就是送养或过继的孩子的因果账。如果用一个字来批这一群孩子的命，我给的字是一个归字，归属的归，认祖归宗的归。当然不是每一个被送养或过继的人都会经历同样的挣扎，但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在成年以后才突然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心里很容易出现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到底属于哪里？其中常见的几种挣扎，我们今天讲4种。第一个记号，极度害怕别人说他不是亲生的，哪怕养父母对他再好，
他潜意识里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全家人，就怕自己表现不好会被再次丢掉。第二个记号，面对血缘与养育的巨大撕裂感，一边是生了自己的血肉至亲，一边是养大自己的恩重如山，他们永远夹在中间。第三个记号，面对亲生父母时不知道该爱还是该恨，这就导致了最痛苦的第四个记号，走向哪边都像是在背叛另一边，他们觉得自己像个没有根的浮萍，永远是个外人。你不信，我来跟你讲个真实的案例。我以前遇过个年轻人，我们叫他阿杰。阿杰从小在南部长大，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他的爸妈虽然年纪有点大，但对他那是真的好，哪怕自己吃咸菜配白粥，也要省下钱给阿杰买鸡腿买参考书，一路把他拉拔长大。阿杰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直到18岁那年，他考上了台北的大学。18岁那年，因为升学需要办理户籍资料，他第一次在相关户籍记载里看见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的事实，自己小时候曾经办理过收养登记。各位，那一瞬间，对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玻璃一样，哐啷一声彻底裂开了。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在户政事务所门口，外面的大太阳晒在身上，他却觉得浑身发冷，如坠冰窖。后来阿杰还是透过关系找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原来就在隔壁县市。当年因为家里已经生了5个，实在养不活了，才把他送人。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在一家老式的茶艺馆里，亲生母亲一看到阿杰，眼泪就掉下来了，扑上去想要抱他，嘴里哭喊着，我的孩子啊，妈妈当年是对不起你啊。亲生父亲在旁边也是红着眼眶，不停地搓着手。可是各位，你们知道阿杰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阿杰僵硬地站在那里，浑身绷得像一块石头，他没有伸出手，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他看着眼前这对给了他生命的陌生人，心里有无数个声音在打架。我该叫他们爸爸妈妈吗？我该恨他们当年为什么单单不要我吗？最让他痛苦的是，当亲生母亲抱住他的那一刻，阿杰的心里涌起的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他脑海里闪过的是养母半夜背着发高烧的他去挂急诊的背影，是养父为了给他凑学费去工地做苦力的那双长满茧的手。阿杰觉得，如果他今天在这个茶馆里回报了这对亲生父母，他就是背叛了那个把他疼入骨髓的养父母的家。从那一天起，阿杰变成了一座孤岛。过年的时候，他坐在养父母家的饭桌上，吃着养母家给他的大鱼大肉，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小偷，偷了别人家的温暖。亲生父母那边打电话叫他回去吃顿饭，他去了，坐在亲生兄弟姊妹中间，看着他们有说有笑，他觉得自己像个来做客的外人。他夹在两边，连呼吸都觉得痛苦。他跑来找我，红着眼眶问我，老师啊，我的八字是不是天生克六亲？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我当时看着他，叹了一口气。我倒了一杯茶给他，跟他说了一段话。各位，我今天把这段话也送给全台湾所有被送养或者过继的孩子。我跟他说，阿杰啊，风水上讲求气脉，你以为只有血缘才叫气脉吗？好，你从小在哪里长大？你吃的是哪家厨房煮出来的米？你喝的是哪口井里打上来的水？你生病的时候，是谁用体温在抱着你出汗？你的气脉早就跟那对把你拉拔长大的养父母紧紧地连在一起了。真正的认祖归宗，认的从来不只是一滴血，认的是那份结结实实的恩与情。我送给你6个字，一还，一放，一归。所谓一，还是有能力的时候，好好回报那份把你养大的恩情。什么是一放？你要放下对亲生父母的怨恨和执念。当年他们把你送走，有他们的苦衷和因果，不是因为你不好，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被爱。放下，不是说他们没有伤害过你，而是你决定不再让那份被抛弃的伤害来定义你接下来的人生。最后，什么是依归？血缘是一种缘，养育也是一种缘。你不需要为了接受一边就必须背叛另一边。真正的归不是谁逼你认谁做父母，而是有一天你终于允许自己决定，哪里让我的心安定，哪里就是我的归处。阿杰听完这番话，在我的道场里
跪在地上大哭了一场，把这18年来的委屈、纠结、撕裂全部哭了出来。各位，命运或许在开头的时候跟你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但你要记得，人生的笔最后是握在你自己的手里的。今天我花这么长的时间跟你们翻完了这家庭里的5本账，老大的扛，中间孩子的接，老幺的受，独生子女的独，还有送养孩子的归。看完了这5本账，很多人可能会叹气，甚至偷偷掉眼泪。你可能会问我，老师啊，命这么苦，位置这么差，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这辈子就只能这样认命，只能这样被原生家庭活活耗死吗？错，大错特错。我今天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绝对不是要教你们认命。算命、看八字，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向命运低头，而是为了让你知命进而改命。那这5本账到底怎么解？老大的扛，中间孩子的接，老幺的受，独生子女的独，还有送养孩子的归。难道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以后，就只能叹一口气，说一句，这就是我的命吗？当然不是。各位，我今天花这么长的时间跟你们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回去怨父母、怪兄弟姊妹，更不是要你认命。真正的解法其实只有2步。第一步叫做看见。什么叫看见？就是有一天你敢在心里老老实实的承认，对，这些年我受过委屈，对，有很多责任本来就不应该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心里的那个结打不开吗？不是因为他不够坚强，恰恰是因为他太能忍了。看见不是叫你翻旧账，而是你终于能够分清楚，我珍惜这个家是一回事，我把自己牺牲掉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孝顺父母是一回事，我要不要替兄弟姊妹的人生负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帮助别人是我的善良，但别人把我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那就已经不是同一件事了。各位，一个人只有先看见自己的委屈，才有可能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这就是改命的第一步。但是看见以后还不够，因为真正困难的是第2步。第2步我把它叫做2个字，归位。如果你是家里的老大，老大的归位只有一句话，我可以帮你，但我不替你负责。你是哥哥，你是姐姐，没有错。父母老了，该尽的孝道你要尽。家里真的遇到困难，有能力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伸手。可是你要记住，你是这个家的长子、长女，不是全家的终身救火队长。弟弟做生意失败，那是他需要面对的人生。妹妹婚姻出了问题，你可以听他说，可以陪他想办法，但最后那个决定必须由他自己做。兄弟姊妹该共同承担的照顾责任，也不能永远因为一句你是老大，最后全部落到你身上。你还记得招娣大姐吗？当她第一次把弟弟的债还给弟弟，把照顾父亲的班表分给所有兄弟姊妹，她最害怕的是什么？她怕自己一放手，这个家就塌了。结果呢？没有，天没有塌，反而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习惯躲在他背后的人，终于开始面对自己的责任。所以各位老大，请记住一句话，真正的担当不是什么都替别人扛，真正的担当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伸手，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把手收回来，把别人的责任还给别人，也把你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如果你是夹在中间的孩子，中间孩子最重要的归位叫做停止替别人传话。你这一辈子太习惯当和事佬了，爸爸跟哥哥吵架，你去劝；妈妈跟妹妹不讲话，你去传；兄弟姊妹彼此有意见，最后电话全部打到你这里。你甚至会觉得，如果自己不处理，这个家是不是就要散了？可是你要开始练习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允许别人自己处理自己的关系。妈妈跟哥哥有矛盾，那妈妈自己跟哥哥说，哥哥对爸爸有怨，让哥哥自己面对爸爸。你可以听，你可以关心，但是不要再替他们传话，不要替他们解释，更不要替2个成年人承担本来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情绪。刚开始你一定会很难受，看到家里冷战，你会想赶快出来打圆场，看到大家尴尬，你会忍不住想，算了，还是我来说吧。这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他们关系里的问题不需要靠我的委屈来维持和平。就像阿明，当他第一次挂断那通电话，不再替2个兄弟传一句话的时候，他才真正明白，原来这个家没有他不但救火，也不会垮掉。中间的孩子
好，你可以继续善良，但不要再靠有用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就算今天没有人需要你，你依然重要。如果你是家里的老幺，老幺的归位不是突然变得什么都不求人，而是4个字：自己先做。因为真正的能力本来就不是别人教你一句你马上就会，能力是一次一次犯错，一次一次承担以后慢慢长出来的。就像阿健哥哥倒下以前，他什么事情都习惯喊一声哥，可是哥哥倒下以后，他才发现原来过去不是自己真的没有能力，只是每一次能力还没来得及长出来，就已经有人替他处理完了。后来他学看账，学机器，学跟客户谈，学低头求人，那双过去被说成好命的手终于长出了自己的茧。各位老幺，真正的福气不是你60岁了还有人永远替你撑伞，真正的福气是曾经有人替你挡雨，而有一天你也终于拥有了替自己甚至替别人撑伞的能力。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最重要的归位不是把所有事情一个人扛完，而是学会2个字：求援。你要明白，你只是子女，你不是医生、看护、律师、财务顾问，再加上24小时照护人员，一个人全部包办。父母老了以后，你当然有责任，但是有责任不代表所有事情都必须亲手完成。真正聪明的独生子女要学会把自己从什么都自己做变成一个整合资源的人。医疗的问题找专业医疗人员，长期照顾的问题去了解可以使用的长照与社会资源，财务的问题提早跟父母讨论，重要医疗意愿也尽可能趁父母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沟通。你不要等到所有事情同时爆发才一个人站在医院走廊里说为什么全部都是我。各位，求助不是不孝，把自己照顾好也是照顾父母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先倒下了，最后最没有依靠的反而还是他们。各位，当一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自己的位置，该承担的时候自己承担，该放手的时候懂得放手，这个家的气才会真正顺起来。而你这一生背了几十年的那本账，也才终于有机会从今天开始一页一页把它结清。今天我陪大家算了这么多账，你可能觉得怎么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苦，但我要告诉你，今天真正想讲的不是谁命最差，也不是谁最幸运，这5种人身上都藏着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每一个位置都有他的功课，也都有他的收获。你过去因为这个位置吃过苦，我们不否认，可是你也因为这个位置拥有了别人不一定拥有的东西。最后，如果今天这段话说进你心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这17个字：看懂因缘，不再埋怨，守住善意，也守住界限。这是让你提醒自己，从今天开始爱家人也爱自己。祝各位都能在这个喧嚣的世间找回属于自己的最安稳的位置。我们下次见。